印度不断叫嚣，果真是要跟我军一战到底的意思吗？印度报道我军在边境又有了新动作，让其慌张的还不止这些。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。在国内疫情越发严重的背景下，印度在边境对峙中至今仍未占到一点便宜，反而在不断促使自己陷入更危险的处境中。早在印度后勤出现问题时，倘若该国军队能够及时撤军，就不会导致如今印度几十万士兵面临高原高寒、吃不饱也穿不暖的现象了。不过就印军的举动来看，哪怕面临诸多困境，其也没有丝毫想要做出任何改变的意思。当然也不排除印度当前有些骑虎难下，表面上叫嚣的声音日益增大，但实际上该国也是在以这种方式来掩盖内心的心虚和慌张。印度非常清楚，真打起来必定不是我国的对手，可不打算撤退的话，面子都没了。传言说，印度媒体近日发现了我军在班公湖的2座新型超大营地。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，印军已在距离中国军方不足10米的地方修建营地。据说，中国军方部署新型营地采用的都是岩石堆砌，利用了多种材料，不仅能够起到保温作用，还能防爆。包括中国军方还装备了探测系统，仅在营地内就能清楚边境的情况。加上部署了大量的坦克、战车、火炮以及机枪等，印媒指出，中方做好了一切准备，随时准备战斗。且不说我军是否真的新建了营地，仅从印军接连在边境的举动来说，我军就算建立了营地也正常。谁规定印度能部署，我军只能陷入被动？再者，从印度的角度来看，这完全是该国人害怕的表现。两军实力差距是一方面，在边境的生活条件又是一方面。拉达克地区的冬季刚开始不久，有传言说大量印度士兵都被冻伤，甚至有冻死的情况发生。一旦消息属实，可想而知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。相比之下，尽管我军边防战士在边境的生活条件也属实很艰苦，但战士们的战斗精神则令人鼓舞。在2020年年初时，西藏军区在某边境海拔5592米高地建立哨所，战士们用双手垒起5592观察哨，承担前线观察警戒任务。在请战书中，其中一名21岁的边防战士声称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，宁可向前10步死，绝不后退半步胜。从这也就不难看出，在面对边境问题时，我军战士有着充足的信心以及足够的实力。因此，与其说印度慌张我军在边境的新动作，倒不如说印度慌的还不止这些，他们也害怕中国战士们那种不畏牺牲的强烈决心。这样的对比会让他们更加清楚，印度士兵与其不是一个档次，后勤比不上，武器装备比不上，就连战士们的勇敢精神都比不上。真要是对抗，印度根本就没有赢的可能性。据俄罗斯媒体军事评论在1月9号的消息称，目前法国方面的相关负责人已经向印度提议，在印度本土开设阵风战斗机生产线这一提案，但前提是印方必须将进口飞机数量从之前的36架增加到大约100架。如果印度方面接受这一条件，那么届时除了阵风生产线之外，法国的黑豹式中型通用直升机的生产线也将转移至印度。相信大家对阵风战机都不陌生，但黑豹式中型通用直升机还是第一次听。实际上，该型直升机就是空客公司所产的海豚直升机的军用型，是一种全天候多用途的中型直升机，可在战舰甲板起降，执行反潜、反舰、医疗搜索、消防支援和战斗攻击等任务。型号在现在来说已经比较老旧了，不过装备印度海军那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但印度在买够100架阵风后，法国真的就会将阵风产线转移到印度吗？分析认为，如果印度方面真的愿意购买100架的话，那法国人未必不会把阵风产线搬运至印度。很显然，法国人此次的做法更像是在上演一场卖拐的小品，那就是忽悠接着忽悠。早在2019年的印度航空展上，法国达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曾经说过同样的话，而且在2012年的时候，印度就已经通过了购买阵风战机的草案，当时预计购买126架阵风战机将花费大约91.7亿美元，
但在几年后，印度方面最终决定将购买这款战机的数量减少到了36架。尽管如此，整个交易的总金额仍然高达了84亿美元。而且，如果阵风的生产线真的能进入印度，虽然这个国家也可以对外销售阵风，这样印度就可以与更多国家合作。但如果真正开始批量制造阵风，那么印方自主战机的机会将会变得更小，甚至没有成本可用于自主研发战机了，甚至也不用等批量生产，就以目前的阵风价格，不等法国将100架阵风准备好，这笔巨额的资金就能压死印度的国防开支。虽然不知道法国人的忽悠印度会不会上当，但站在敌人的角度来说的话，还是挺希望印度人先被法国忽悠着采购100架阵风的。不过，正如俄罗斯网友所说的那样，这么一个明显的骗局，只有傻子才会上当。印度人显然不会是傻子。印度要拯救世界，这事儿世界是否知道？发生啥事儿了？为什么说美国人将很可能首次向印度低头？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近日，印度方面又提供了新的笑话。这次与之前不同的是，印度打算要拯救世界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印度媒体透露出，莫迪在一次讲话中宣称，世界都在关注印度主导的所谓全球规模最大的疫苗工程，并扬言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在疫情期间死亡率最低、治愈率最高的国家。以至于莫迪此次非常自信，表示印度今天已经做好保护人类的准备，会仅凭2种由本土生产的疫苗来拯救世界。对此，很多人纷纷嘲讽道：“印度要拯救世界，这事儿世界是否知道？”印度的疫情有多严重？数据显示，印度累计确诊病例突破1000万，死亡人数高达15万，是继美国之后国内疫情严重程度排名第2的国家。然而，该国至今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在2万左右。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，印度将面临更多人感染，国内也将面临更大的危机。现在，印度对外高调表示做好保护全球人类的准备，是哪里来的自信？先不说印度疫苗是否真的有效，就印度如今的疫情严重程度，该国断然不会无私到提供大量的疫苗，先供世界其他国家接种。退一步来说，真要是如此，国内的印度人怕不是要闹翻天。更何况有外国媒体曾经还发现，包括印度在内的诸多国家都存在隐瞒确诊病例、死亡病例统计的现象。顺着这个角度来看，印度一向国内医疗水平就不高，在疫情期间医疗物资都非常紧缺，怎么可能够在短时间内大量治愈确诊为新冠的患者呢？关于所谓的疫苗，就更加引发外界很多人质疑。有消息人士透露出，在此次这2款疫苗产品中，其中一款是牛津大学和英国制药商联合研发的，与印度毫无关系。勉强来说，印度只不过是代工生产。哪怕是这样，这款代工疫苗在本月初甚至还闹出过一场风波。在官方要求该疫苗不能私自提供给私营领域时，遭到多方的反对。更是有人指出，